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前几天呢，比特币跌到了84000，群里边一片哀嚎，熊市来了。然后呢，又反弹到9万，又有人喊抄底的机会来了。我觉得大部分人完全是被情绪所驱动，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这个就好像你闭着眼睛开车，早晚会出事儿的。所以呢，我最近花了一点时间，把整个的加密市场压缩成一个状态机。你每天只需要输入2条数据，系统就会自动的输出现在到底是牛市、熊市还是分歧区，然后呢，再用3个校验层告诉你这个结论到底靠不靠谱，风险有多高，趋势会不会被 ETF 所放大。比如说现在你用这套方案10秒钟，你就能够得出结论：当前的状态，熊市消化期，资金的姿态防守，风险的温度中高。一句话，现在是熊市结构里面的去风险消化期。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再争论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结论呢已经非常确定了，现在就是熊市，而且是磨人的熊市消化阶段。这也是很多人最近为什么睡不好觉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心态不好，是市场真的在折磨人。你一定遇到过涨一天就以为牛市回来了，开始上杠杆，跌一天就开始怀疑熊市开始了，想割肉，永远也不知道是该持有减仓还是该加仓，被各种的 KOL 的观点搞到精神分裂。本质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很多人呢把市场状态当成当天的涨跌，涨跌是噪音，状态才是系统。所以今天呢，我们用数据来回答我们现在到底处在哪一个状态，以及状态什么时候会切换。我先把最终的答案长什么样收给你看。我把市场压缩成4种核心的状态：第一，牛市进攻，趋势多加上资金的进攻；第二，牛市修复，趋势多加上资金的防守；第三，熊市的反弹，趋势空加上资金的进攻；4，熊市消化，趋势空加上资金的防守。我们现在处在哪个阶段呢？熊市消化。为什么是熊市消化期呢？我用数据，也就是2条硬规则来回答你。第一条硬规则，2条均线结构。你可能听说过 MA200、MA50， 听起来非常专业，但其实它们就是2条平均成本线。什么是均线呢？一句话，把过去一段时间的价格取平均，画成一条线。它的作用只有一个，把每天的波动噪音过滤掉，告诉你市场真正的方向。先说 MA200 呢，就是过去200天的平均价格，我把它叫做市场的生命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过去200天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平均成本。为什么 MA200 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条线不只是散户在看，华尔街机构、长期的资金、趋势交易者都非常的看重它。很多机构的规则就是价格在 MA200 上方才允许做多，跌破 MA200 就要降低风险，甚至撤退。所以你可以把 MA200 当成牛熊的股价分界，价格在它上面生命体征平稳，跌到了它的下面，这个就好像进入了重症观察室。从现在的这张图你能看到，比特币价格在10月17号跌破了200日均线，11月3号开始彻底的掉到了200日均线的下方。那 MA50 是什么呢？ MA50 是过去50天的平均价格，我把它叫做中期的节奏线。 MA200 告诉你方向， MA50 告诉你这个方向有没有推动力。现在呢，给你一个特别好用的结构判定的法则，就3句话。第一，价格在 MA200 的上方，而且 MA200 走平或向上，多头股价。我们看到从2024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0月3号之前，一直都是在牛市的股价里边。第二，价格在 MA200 的下方，且 MA200 向下，空头股价。从图上可以看到，2025年有2次价格在200均线下方，但只有11月份的这次 MA200 的趋势才开始向下走。第三， MA50 在 MA200 上下的位置决定了趋势的质量。怎么理解趋势质量呢？如果 MA50 在 MA200 的上方，说明中期趋势跟得上，市场有推动力，行情呢更像走牛。如果
MA50跌到了 MA200下方，说明中期的趋势垮了，反弹呢更像喘口气儿。如果价格还在 MA50的下方，那就更简单了，连中期节奏都不能够修复了。多数反弹更像压力位的反弹，而不是新一轮趋势的开始。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呢，现价大概是8万7， MA50大概9万， MA200大概是10万7，也就是现价的价格低于 MA50的价格，低于 MA200的价格。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空头排列。在机构的语言里边，这个意味着趋势股价偏空，反弹首先要当成修复，不能够当成反转。注意，我不是说它马上暴跌，我说的是在这种结构里面，你不要因为涨一天就把它当成牛市的回归，先等它收复 MA50，再谈挑战 MA200， 站稳 MA200才算股价修复。第二条硬规则，看资金到底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这里呢，我不讲复杂的量上数据，也不讲一堆你听不懂的指标，我只用2张最直观、最能反映资金行为的图：稳定币总市值和加密总市值 Cap Total。先把概念讲清楚。什么是稳定币市值呢？你可以把稳定币理解成为加密市场里边的美元现金，比如说 USDT、USDC 这类币，它们的价格锚定1美元，所以稳定币的总市值某种意义上就是有多少现金停在了加密体系里边，随时准备买入。我把它叫做场内的现金池。那什么是 total 呢？ total 就是整个加密市场所有币的总市值加在一块儿，也就是比特币、以太坊、山寨币等等等等全部相加。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风险资产池的总规模。所以这2张图合在一起，其实在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钱是在从风险资产撤出来躲进稳定币，还是从稳定币出来重新承担风险？逻辑呢非常直白，稳定币上升通常意味着更多资金选择先变成现金，防守情绪更强。total 上升意味着风险资产整体在扩张，资金更愿意进攻。重点是我们不看单个数，我们看这个组合，因为组合才是资金的流向。这里有4种非常经典的组合，记住它就够了。第一， stable 的上升加上 total 的上升，现金值变大，风险资产也变大，通常是增量资金的进场，偏进攻，偏牛市。第二是 stable 下降加上 total 的上升，现金池被抽出去买币，风险资产扩张，这是最强的进攻状态。第三， stable 上升加上 total 的下降，风险资产在缩水，现金池也在变大，典型的去风险偏防守。第四是 stable 下降加上 total 的下降，风险资产缩水，现金池也在缩水，说明资金可能在离开加密的体系，彻底的熊了，属于更强的防守压力。好了，现在我们把规则套回到图里边，稳定币大概现在是317个 billion， 并且呢，从10月以来趋势平稳。再看稳定币的 dominance 呢，也就是稳定币占整个加密总市值的占比，你会看到从10月以来，从 8% 上升到了接近 11%， total 大概在 2.94 个 T， 而且呢，在 MA50、MA200 的下方走弱。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一种组合， stable 上升加上 total 的下降，等于去风险的防守。所以硬规则2的输出非常明确，资金态势防守。到了这里呢，2条硬规则就完成了。第一条告诉我们趋势股价是牛还是熊，第2条呢告诉我们资金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股价偏熊加上资金防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知道市场到底在哪一个格子里边，它其实就等于趋势空加上资金防守，也就是熊市消化期。这个就是我们这套状态机的核心结论。接下来呢是校验层，它不改变我们刚才用趋势结构加上资金姿态得到的市场状态，但它决定一件事，风险到底有多高。我们用的温度计是 ATH 回撤，你可以把 ATH 理解成为市场曾经最一致
最亢奋的最高共识点，用白话来讲就是价格的最高点。ATH 回撤就是从那一刻的最高共识退潮到底退了多少。算法很简单 ，ATH 减去现价再除以 ATH 乘以100%。记住，这是最高点减去现价，不是反过来。现在呢，我们套上真实的数据，比特币2025年最高价是12.6万，现价大约是8.7万，回撤是多少呢？大概是30%多。那30%加在体温计上是什么读数呢？先给你一个很直观的区间感，回撤小于20%，就像36到37度，正常体温，市场健康，可以大胆的进攻。回撤20到35%，像37到39度，低烧到中烧，市场开始难受，需要修复。回撤超过35%，像39度以上，高烧危险，熊市主导概率大增。回撤超过60%，那就是深熊出清，属于生命体征很差的区间，快死透了。所以现在是30%加的回撤，落在哪里呢？非常典型，37到39度，低烧到中烧，换成市场的语言就是中高温度区，既不安全，也还没有到彻底的出清。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次，温度计只负责风险，不负责方向。方向我们已经用 MA50、MA200 看过了，那是股价。所以你现在要把两句话分开清楚。现在的状态是熊市消化，现在的温度是中高风险。当你处在这种温度，会出现什么典型的表现呢？你会看到3件事。第一，市场当然能够反弹，但因为温度还高，反弹经常走不成趋势，容易在关键的均线附近被压回去。第二，市场也可以继续下跌，但因为还没有到深熊出清，它未必每天都暴跌，更多是反反复复的拉扯。第三，也是最折磨人的，它会磨，涨一天让你以为反转，跌2天又把你打回原形。所以 ATH 回撤的价值是不是告诉你明天涨不涨？它告诉你现在这个阶段风险要不要当回事儿，仓位要不要更加谨慎。很多人只盯着链上和交易所数据，忘记了一个越来越关键的变量 ETF。 先把概念讲清楚，现货 ETF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传统金融账户里边的钱通过 ETF 这个通道直接去买现货比特币，由托管机构持币，它不需要稳定币，也不需要上链操作，所以 ETF 更像是风而不是发动机，它不一定决定方向，但它会把已经形成的方向放大。顺风呢就能推你更快的上去，逆风呢就把你更快的给吹下来。怎么用 ETF 去看趋势呢？这里边有3个规则。第一， ETF 持续的净流入，上涨更容易走上趋势。第二， ETF 持续的净流出，下跌更容易延续。第三， ETF 流出钝化，卖压在减弱，但不等于反转。再解释2个词儿，避免你听懵。净流入、净流出就是每天 ETF 新进来的钱减掉赎回的钱，钝化就是还在流出，但流出的力度在变小，频率在变低。另外呢，搜索 value 图上还有一条很关键的线 AUM， 就是 ETF 管理的总资产规模。 AUM 上升说明长期持仓在增加， AUM 下滑说明总体在撤退。从 ETF 的流向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前期呢有一段非常明显的强的净流入把行情给推起来，之后呢再进入高位的震荡，流入开始放缓，再往后出现持续的净流出， AUM 明显的回落。最近一段仍以净流出为主，但出现钝化的迹象，这个意味着传统资金目前不是来救火的，它是在撤退，但撤退的速度在下降，卖压在衰减。所以 ETF 给我们的结论不是说牛市来了，而是更冷静的一句，现在是熊市结构，但压力可能正在从加速的下跌转向震荡消化。这和我们之前状态期的输出是一致的，现在更像熊市的消化期，而不是牛市的修复期。所以以后你每天复盘不需要你看10几张图或看更多的数据，你只需要照着念这4行，你就能够把市场从情绪变成数据报告。第一行，趋势股价看价格；
MA50、MA200的排列。第二行资金的姿态，看 Stablecoin 市值和 Total 的方向组合。第三，风险的温度，看 ATH 回撤落到了哪一个区间。第四行 ETF 加速器，看净流入净流出是在增强还是在钝化，同时看 AUM 是在抬升还是在回落。现在呢，把今天的内容合并成几句话。首先是趋势股价偏熊，现货价格已经小于 MA50 价格，小于 MA200 的价格。其次，资金姿态防守，稳定币上升 ，Total 下降。第三，风险温度中高 ，ATH 回撤30%加。最后呢 ，ETF 撤退但钝化，卖压减弱但尚未转向。所以当前市场最合理的阶段定位是熊市中期偏后阶段的去风险，再加上震荡消化期。它不是深熊末期的那种绝望出清，也不是牛市早期的那种趋势修复，它是最熬人的阶段，你体感最疼，但最需要注意纪律。最后是这个视频里边最值钱的几句话：状态机不是让你猜底儿，而是告诉你什么时候状态会切换，从熊市消化期切换到更健康的状态。你至少要看到下面4个信号里边3个同时出现。第一，比特币先收复 MA50， 再收复 MA200 并站稳。第二， Total 止跌并重新站回 MA50， 最好进一步挑战 MA200。第三，稳定币市值停止上升并趋势性走平或回落，说明资金愿意重新承担风险。第四， ETF 从持续的净流出变成持续的净流入超过2到4周， AUM 回升。当这些信号开始一起出现，你再谈牛市修复或者是牛市进攻，这个时候才有意义。好的，今天你听到的不是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一套判断现状的标准。当你有了状态机，市场就不再是情绪的世界了，而是数据的棋盘。我把它浓缩成一句话：趋势看 MA50、MA200， 资金看 Stable Total， 温度看回撤， ETF 看加速。接下来呢，我想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把这套框架做成每天自动更新的1页的仪表盘，你打开就能够看到今天的市场处在哪个状态，风险温度是多少，是否接近切换。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把这个小项目做出来，一起来优化，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在那里用同一套标准来讨论市场，少一点嘴炮，多一点数据。如果呢你喜欢这种 data driven 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并转发给那个每天都在猜牛熊的朋友。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